我失足落水后，被新上任的少年将军贺敬安救起，从此一见倾心，非他不嫁。奈何这男人软硬不吃，偏偏只喜兵刃，不好美色。公主乃金枝玉叶末，将一介武夫万不敢高攀。无妨无妨，我立马拿出重金搜罗来的高冷将军，爱上我仔细研读，开启猛烈攻势。可直到后来我被拒绝的都想放弃时，他却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向父皇求亲。末将斗胆，唯愿高攀淑华公主一次。我喜欢贺敬安这事儿，在皇宫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自从他将我从御花园的湖里救上来后，我就对他一见钟情了。关于我倒追将军的种种行为，宫里众人时常也会议论几句，但他们也只敢私下里偷偷说，毕竟妄议我这个中宫嫡出长公主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不过我可不在意别人说什么，只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拿下贺敬安。公主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若是被太子殿下发现您偷偷来演武场，肯定又少不了一顿唠叨。侍女小竹正左顾右盼的帮我盯梢，言语间有些担忧。我无所畏惧，拉着小竹一起躲在树荫旁。怕什么？我已经提前打探过了。皇兄被父皇留在御书房里商议政事，没这么快出来。我立马背过身去，心里默念看不见，我看不见我末将参见公主贺敬安是属鹰的吧？简直太帅了，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，不知是不是我激动的太过明显。贺敬安本来射箭射得好好的，却突然向我走来，我立马背过身去，心里默念看不见，我看不见我末将参见公主贺敬安是属鹰的吧？眼睛这么尖，我转过身来，尴尬一笑，贺将军早啊。贺敬安无奈叹气，还是一如往常的冷着声，公主殿下，演武场是练兵重地，你还是换个地方玩吧，才来就想赶我走，怎么可能？我看向他手里的弓，灵机一动，本公主可不是来玩的，早就听闻贺将军箭术过人，我是来找你学射箭的。说完这番话，我都不由得在心里给自己竖起大拇指，不愧是我堂堂淑华长公主，太聪明了吧。正当我沾沾自喜时，背后突然响起了熟悉的男声，哦，我怎么不知道妹妹想学射箭？小竹惊呼出声，太子殿下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看着皇兄走过来，脸上还一副打断我计划的异样，笑嘻嘻的凑到我身旁低语找理由，也不找个像样点的，你的箭术还用学？可我生怕他这话被贺敬安听了去，连忙轻咳一声打断，随即又瞪了他一眼，嘴里小声嘟囔道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看，看来今天情报有误，有我这个碍事的太子哥哥在，连跟贺敬安独处的机会都没了。演武场可不是你能来的，刀剑无眼，小心受伤，快回去吧。刚都说完，皇兄就推着我往外走。我依依不舍地看着贺敬安，心有不甘不行，忙活了一上午，总不能白来一趟吧。我一个侧身越过皇兄小，跑到贺敬安面前，一把拿过他手里的长弓。弓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今日先借将军的弓回去练练手，改日再来找将军讨教剑术。哎，公主贺敬安刚开口不是，生怕他不给，带着小猪一溜烟的跑没了。今日虽没能单独跟他说上几句话，但好在没有空手而归。乔卓手里的长弓面上虽然有些陈旧，但整体做工精良，还微微散发着光果。两个好物件，淑华公主，这是又去贺将军跟前转悠了。我循声看去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哟，这不是嘉宁郡主吗？怎么今日下朝没堵到我皇兄，都追到演武场来了？我说完还故意憋着笑，看了眼他丫鬟手里提着的食盒。江嘉宁面上有些被说破的尴尬，但依然嘴硬，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，可不像你一样这么不矜持。顺路来演武场就这一条必经之路，他顺的哪门子路说就说，你还急了，喜欢就跟我一样大大方方的来看，遮遮掩掩的算什么？见我直接将事情摆在明面上，说他有些羞恼，你身为女子怎么这般不知羞，成天追着男子跑，哪有半点公主的端庄？我上前一步，离他近了些。江嘉宁，你还没成我皇嫂呢，少在这阴阳怪气的教训我说，让我哼着小曲儿从他身边离开，不用看就知道他此时一定是父痴瘪的样子。江嘉宁是侯府独女，侯爷与我父皇交好，便封了她为郡主。我和她自幼相识，从前也算得上是好友，可这人偏偏就喜欢和我较劲儿，人人皆知。我是父皇最疼爱的公主，对我可谓是万分尊敬，言听计从，生怕惹我不快。可唯独这江嘉宁处处属于我唱反调，一来二去的，我俩关系也就越来越僵，嘴也越来越堵，每次见面都要对上一番才作数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竟然喜欢上我皇兄，一想到要是他真成了我皇嫂，头疼。不过以现在的状况，还是贺晋安更让我发愁。我回到寝宫，看着手里的高冷将军爱上我，忍着想将他撕碎的冲动，拿着毛笔在画本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，心烦意乱的将笔扔掉，明明都按照画本上说的送吃时晕倒受伤偶遇碰瓷之类的，试了几十种方法了，可贺晋安就是油盐不进，要不是我实在怕水，都想当他面再跳一次金星湖了。所以到底是哪出了问题？我拿起铜镜，小竹是我长得不够美吗？小竹将捡起的毛笔放好，立马转过头，公主胡说些什么呢？您可是整个皇城出了名的美人，怎会不美？我又拿起画本，那就是这本书的问题喽。
小竹又拍着胸脯跟我保证，这可是我替您在宫外寻了好久才买到的。那书贩更是以项上人头担保，绝对保真不会有假。既然人美书也真，那问题究竟出在哪了？都说女追男隔层纱，但我跟贺敬安隔着的恐怕是金刚纱男啊，太难了。今日是父皇的寿辰，宫里上上下下都在忙着筹备晚上的寿宴，离寿宴还有好几个时辰，我正躺在院里吊椅上小憩，打发时间给父皇的寿礼可准备妥当了。我伸了个懒腰，看着面前的皇兄，让小竹将准备的礼物拿来如此成色上等的玉石棋盘，看来妹妹这次可是下血本了。我故作心疼的捂着胸口，谁叫父皇那么钟爱下棋？我这个做女儿的也只能花重金投其所好了。我俩不愧为一母同胞的亲兄妹，这点小心思一眼就被皇兄看出来了。行了，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。花了多少银钱，皇兄给你填上，嘻嘻，还是皇兄好。看着我鬼马精灵的模样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只要你乖乖的，别说这点银钱了，要什么皇兄都可以给你。那我要贺敬安。我眨巴着大眼睛，脸上满是期待。很好，这下气氛彻底被我僵住了。沉默良久，皇兄总算开口，你当真就这么喜欢贺敬安？我点头如捣蒜，千真万确。皇兄摇了摇头，有些无奈，好吧，我与贺敬安相识已久，他品行端正，倒也是个君子。既然皇兄也看好他，那不如帮妹妹一把。晚上寿宴早点到啊，别来迟了。皇兄全都没听见我说的话，转身便要离开，无语说这么多，还以为他要帮忙呢。对了，今晚记得把贺敬安的弓带上还给他，那是贺老将军生前留下来的，对他很重要。皇兄又折返回来，特地叮嘱了我一声，这弓是贺老将军留给他的。完了，贺敬安不会生我气了吧？我立马吩咐小竹将弓拿出来，仔细擦拭后，再用一块上好的云锦小心翼翼包好。父皇的寿宴办得极其盛大，朝中大臣们皆携家眷一同进宫为父皇贺寿。我早早入席，眼见席间都快坐满了，却一直未见贺敬安的身影。正当我四处找寻时，殿外太监高声道贺，将军到。我的目光立刻循声望去，只见贺敬安一身紫衣，华为高束大步流星的向殿内走来。当然，被贺敬安吸引的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不少朝中大臣的女儿们。宫中的宴会向来都是各家适婚子女们互相相看的好机会，一场宴会结束，结亲那么一两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特别是贺敬安这种年少成名的新任将军，自是名门贵女们相看的首要人选。可眼下谁人不知贺敬安是我看中的人，任凭他们再喜欢，也不敢跟我这个长公主争，只是偷偷瞧上那么一眼，便将视线收回，生怕惹我不开心。我自是无所顾虑，直直地盯着坐在对面的贺敬安。下一瞬，他对上我的眼神，隔着人群微微点头，示意向我打招呼。我有些欣喜，看来他没有因为我拿了弓箭而生气，心情瞬间好了起来。贺敬安有这么好看吗？你，口水都快滴出来了。江佳宁坐在我旁边的席位上，言语间有些嫌弃我嫌他太吵，打扰到我看心上人了，于是头也不转的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咱俩半斤八两吧，你看我皇兄的时候不也这样很好？江佳宁再一次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来。寿宴随着父皇母后的到来正式开始，乐龄舞姬们陆续上场，寿宴气氛很快被推向高潮，些朝臣家眷也准备了才艺前来祝寿。父皇龙颜大悦，赏赐了不少宝物，朝臣们趁机巴结父皇，让自己儿女露面混得眼熟也就罢了，可今日竟连江佳宁都准备了一支舞蹈看，的众人是连连称赞。我瞧着贺敬安，倒是无心语这些表演，只是自顾自地喝着桌上的酒，不错，没多看其他女人挺自觉的吗？今日是皇上寿宴，不知淑华公主可有准备什么才艺，现与陛下祝寿厅。要有人提起我的名字，思绪瞬间被拉回大殿中间的江佳宁，刚跳完一支舞，领了赏赐，好生得意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满脸不解，有病吧？你跳你的舞，喊我干什么？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，他此时应该已经倒下了。被念着名字点出来，众人纷纷看向我，连父皇都有些期待。淑华可有准备什么表演，让父皇瞧瞧？这下好了感。鸭子上架我从小就不喜琴棋书画，现在上哪儿去表演才艺？我求助似看向身旁的皇兄，他有些心虚的避开了我的眼神，意思很明显，皇兄，没办法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我憋着一股怒气，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咬牙切齿道，你以后若是敢娶江佳宁，我一定跟你翻脸。这下好了，连刚刚一直在喝酒的贺敬安也看了过来，忽的一瞥，我看到小竹正抱着那把长弓站在角落，见我如此窘迫，他也焦急万分。我突然灵光一闪，站起身来。今晚的众多歌舞，想必父皇已经看腻了，不如儿臣给父皇表演个新鲜的。这样一说，大家都来了兴致，我径直走向中间站着的江佳宁。既然佳宁郡主提了，那不如就由你协助本公主一同表演。说完，我随手拿起旁边桌上的一个苹果，让他顶在头上。江佳宁一头雾水，但碍于众人面前，也只能假笑着柔声问我，公主，这是何意？我没理会他，侧身叫了小竹，将他怀里被布料裹着的弓箭拿了出来，看得我手持弓箭，站得离他越来越远。江佳宁慌了，微微有些发抖，
公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估算好距离后站定，端正身姿，不慌不忙地拉弓上箭，对准了远处的江嘉宁头上的苹果郡主，若还乱动，就别怪我射不准苹果了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是要表演射箭。江嘉宁毕竟是侯府郡主，如今被我用剑指着，自然让大家惊慌不已。父皇也有些被吓到，急忙出声，淑华不可胡来。我看了一眼贺静安，只见她不再靠着椅背，而是身体前倾，仿佛做好了随时冲过去救人的准备。我收回眼神，仔细瞄准了目标。父皇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话音刚落，随着江嘉宁的一声尖叫，长剑飞快地向对面冲去，随后精准地射中苹果正中间，待大家睁开。眼看清剑的去向后，整个大殿已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想不到公主殿下竟有如此精湛的剑术，淑华公主深藏不露啊！听着大家发自内心的称赞感叹，哎，看来都怪我把这技能隐藏太久了。不过刚刚射箭时，还是有眼尖的武官认出了那把弓，这不是贺将军的弓吗？怎么在淑华公主手里都说淑华公主对贺将军是一厢情愿，如今看来分明是两情相悦吗？就是，那可是贺老将军留下的，若非是真心爱慕，不然怎会轻易送出？我再次看向贺静安，只见他明显松了一口气，不过看我的眼神里好像多了一丝一样。另一边的江嘉宁花了快一盏茶的功夫才缓过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还是那句话，要是眼神能杀人的话，其实我也应该倒地了。看着他被吓得不轻，我若无其事地夹了一块糕点给他。郡主切记，今后可千万别多管闲事哦。寿宴结束后，席间众人纷纷离开，我抱着长弓，循着贺静安的身影追去，一路小跑。我跟着来到了御花园里的静心湖，这是我之前落水的地方。贺静安像是知道我在后边，跟着放慢了脚步，找了个围栏处，倚着刚才在席间饮了不少酒，借着月光看贺静安此时有些醉态，两颊间还染上了若隐若现的红晕。这样的贺静安少些平日里的冷漠，看起来更加温和。修长的身影，慵懒的倚着，迎着月色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映在她俊美无比的脸上，让人看了简直忍不住想一口亲上去。公主打算看到何时？那自然是想看一辈子美男。当前我努力让自己恢复理智，抱着弓走上前去递给他。那日是我唐突了不知道这是贺老将军留给你的东西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公主那日说要找我学射箭，可如今看来，公主的剑术已是炉火纯青，末将哪还有余地教？贺静安没有急着将弓拿走，反而还打趣着我当时骗了他，总归有些愧疚。我只是想找个理由多与你待一会儿。呵的笑了一声，语气里带着些许好奇，公主殿下对我如此煞费苦心，为何不直接让皇上赐婚？我有点惊讶，这是贺静安第一次这么直接的对我说这些。我一改往日的相貌，有些严肃，我要嫁的郎君自然也得心悦于我才行，非两情相悦，这婚事我宁可不要。贺静安看着我有些动容，我将弓再次递给他，只见他还是未接，反而推回我怀里。这弓虽是父亲留给我的，可如今国泰民安，我也用不上它。既然公主喜欢，便留下吧。若将来有一日是我带兵出征时，再奉公主归还他，这是要把弓送给我，我拿着弓在他面前晃了晃，那本公主可就把他当定情信物喽。贺静安并未说好，但也没说不好，只是静静的看着我，转而面对湖面，自嘲似的笑了一声。公主值得这世间最好的男子，何必痴心于我宁？全望向他的侧脸，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贺静安听见我叫他，下意识转过头来，只一瞬，我踮起脚如蜻蜓点水般快速的在他唇间留下一吻。你就是世间最好的男子，我只要你夜色朦胧。往日那个不苟言笑、神情冷漠的少年将军，被我吻得失了神父皇的手。臣才刚过不久，却突然下旨让皇兄和贺静安一起去西郊大营巡逻操练。转眼间已1月有余，回想起那天晚上，我亲了贺静安，转身就跑，还真是懊悔，要是没跑，说不定趁着醉意就把贺静安拿下了。现在好了，自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更何况如今又被派去了军营人事，大着胆轻了，可感情依旧不清不楚的，扰得我这1个月来都没睡上几天好觉。不知是因为皇兄不在宫里没了动力，还是因为寿宴上对我那一箭吓到了江嘉宁，这些时日来倒是收敛了许多，甚至能跟我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喝盏茶，聊聊天眼，看着过几日就要秋猎了。我爹非说这场合危险，不适合女子，死活不让我跟着我待着，都快长草了。江嘉宁在一旁抱怨着，而我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。他有些奇怪，你不是最爱凑这些热闹吗？怎么没反应？我悠闲的喝了口茶，有空跟你在这闲聊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半个月前就找父皇求了恩典，此次秋猎跟着一起去。这些时日，皇兄和贺静安都不在，岂止他闲得快，长草我也大差不差了，哪能放过秋猎这种外出找乐子的机会？江嘉宁急了，你也是女子，凭什么你能去啊？我看了他一眼，凭我可以一箭射中你头上的苹果。江嘉宁，行，你本事大行了吧？看他一脸不爽，我有些好奇，话说回来，你当日被我那一箭吓得可不轻，如今就真没一点记恨我？
江佳妮一副无畏大度的样子，那是我懒得跟你计较。我被他这回答逗得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对这件事，我俩倒是心照不宣，哪有什么懒得计较，不过是念着我是太子的亲妹妹。每年的皇家秋猎都办得非常盛大，今年也不例外。知晓我骑射之术还算不错，父皇倒也没过多担心，让我跟着一块玩玩。经过一下午的射猎，众人都打到了不少猎物，可我今日运气实在不好，都没能多碰上些野鸡野兔什么的，跟别人比起来，筐里的猎物寥寥无几，见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，我骑马往围场深处走去，想抓紧时间再多练一些。前面战况激烈，说不定猎物都躲到后边去了。果然刚往里走了一些，一只野兔就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。见状，我立马搭箭上弦，可还没等我松开拉弦的手，马儿却突然受惊似的嘶鸣一声，随后竟前蹄腾空而立，我手持弓箭，根本来不及抓住缰绳，被重重的颠落在地。马儿的嘶鸣声越发响亮，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已经狂奔脱逃。我忍着痛，想扶住一旁的大树站起来，可脚一用力就钻心的疼。我预感不祥，立马向侧后方看去，果然一只野狼正直直的盯着我。随着天色暗淡下来，那狼的眼里甚至散发着绿莹莹的微光。想必刚刚马正是发现了这匹野狼，才会受惊跑掉。那狼目光凶狠的紧盯我，似乎做好了随时向我扑来的准备，额头也不知是脚受伤太疼，还是被吓的，慢慢渗出一层冷汗。我环视四周，空无一人，却也不敢轻易呼救，害怕激怒野狼。野狼看我孤立无援，像是威胁震慑般的，一边发出毛骨悚然的嚎叫，一边向我逼近。我用尽全力撑着受伤的腿想站起来，可仅仅只跑了2步，便又摔倒在地。我将贺晋安给我的弓牢牢抱在怀里，心里越来越害怕，还没来得及嫁给贺晋安呢，难道本公主就要折在这了？那狼越逼越近，我只能紧紧闭上双眼，把能求的菩萨赶紧都求了一遍。就在这危在旦夕之时，我只觉一阵剑风咻的划过，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哀嚎。我下意识睁开眼，面前的野狼已身中长剑，嘴角还渗着血，奄奄一息。我惊呼出声，这是哪位菩萨显灵了？淑华听见有人唤我，我立马抬头望去，那少年身披银色铠甲，一顶发冠，将马尾高高竖起，正持弓端坐在马背上。贺晋安等我看清是他时，眼里早已不自觉地淌出泪来，惊喜之外，全是刚刚的害怕和委屈。贺晋安从马背一跃而下，将我护在怀里，我把头埋在他的颈窝，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泪眼婆娑，我差点就看不到你了。看着我，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砸，你快！换镇定自若的贺晋安也慌了神，轻拍着我的背安慰道别，害怕我在呢，这狼应该是出来觅食，跟丢了队伍。孤狼一头不足为惧，直到在贺晋安怀里哭了好一阵，我才彻底缓了过来。我看着面前正在给我包扎脚伤的贺晋安，瞬间想起了什么，你刚刚是不是喊我名字了？贺晋安正在包扎的动作，突然一顿拱手给我行了礼，直呼公主明会是末将僭越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才刚感动一会儿，怎么又给我整上尊卑，又别这一套了？我擦了擦眼泪，你不是跟皇兄在西郊大营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贺晋安总算抬起头来，军营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正巧今日秋猎，就跟太子殿下过来看看。我看着贺晋安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神情，有些失落。贺晋安，这是你第2次救我了。他声音有些低沉，保护公主是末将的职责，公主不必挂怀。我直起身子，仿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笑着问他，这些时日以来，我做了这么多，你当真对我就没有丝毫动心？贺晋安眉头微皱，偏过头去，不再直视我，公主乃金枝玉叶末将一介武夫，万不敢高攀。听到他的回答，我彻底失了力气，跌坐在树旁。他自是想再开口说些什么，却被靠近的阵阵马蹄声打断。淑华，晋安皇兄见我跌坐在地，浑身泥沙，立刻翻身下马，手臂穿过腿弯，将我一把抱起。我忽地抓住了皇兄的手臂，示意他停下，红着眼眶扭过头去，不死心地看着贺晋安。贺晋平安，我疼。贺晋安依旧没有看我，声音冷得有些低哑，公主脚上有伤，劳烦太子殿下尽快将公主送回医治化毕。我总算心如死灰的松了手。仁皇兄将我抱上马秋猎回来后，我因脚伤在寝宫躺了大半个月才能下地走路，除了皇兄将嘉宁道也3天2头的来看，我还给我带了些民间的话本解闷，只是他们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再成天念着贺晋安的名字了。小竹知晓我伤了心，怕我看到旧物难过，便偷偷将那寻来的话本藏了起来。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，在我们一切都会变好时，边关却传来了消息，边关一大将勾结藩邦敌国，里应外合。短短半月，我朝丢失5座城池，将士死伤惨重。父皇听此消息震怒不已，立即派兵前去支援，但接连不断的军情还是让父皇累得伤了身，急于晕倒后，担心父皇病情日日陪伴在侧朝堂的国事重担，自然也就落到了皇兄这个太子身上。这还是我18年来第一次见到皇兄，整日愁容满面。我虽帮不上什么忙，但听闻皇兄好几日未曾认真用膳，我特地亲手做了他最爱的糕点去看他。
滚都给我滚！我朝什么时候沦落到需要牺牲女子来治国安邦了？还未进正殿，就先听到了皇兄的暴怒声，随后几个大臣颤颤巍巍地退了出来，在门口见到我时，皆有些心虚，匆匆行过礼后，便迅速离开。皇兄一直是温文尔雅的性子，若非刚才触及到了他的底线，他不会如此生气。牺牲女子，敌军当前，我大抵是猜到了。我提着食盒走进去，皇兄看见来人，使我瞬间收起了怒气。我将食盒里的糕点拿出来，皇兄，多少吃点吧，父皇已经病了，你不能再倒下了。面对我，皇兄一贯是喜欢笑的，他努力扯出一丝笑容，妹妹不用担心，皇兄撑得住，我如果去和亲，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打了？我语气未有起伏，宛若讲了件平常事一般。自古以来，公主和亲已平。战士，我是父皇唯一的女儿，若要和亲，只能我去。皇兄脸色巨变，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，与女子无关。可是皇兄，我不是寻常女子，我是中宫嫡出长公主，保家卫国，我自当也有一份责任。皇兄眸底猩红，声音有些紧绷。贺敬安一大早便已向父皇上书，自请带兵出征，收复城池。我直愣在原地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皇兄。谁都知道，此次敌国进攻来势汹汹，兵力充足，边关折了不少精锐将士，若非两军交战，胜算不足，朝中也不会有和亲的声音了。我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他何时出征？今夜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寝宫，拿上了贺敬安的长弓，骑马赶去宫门口。黑沉沉的夜幕下，大军队伍整齐有序的排列，时刻准备出发。我不顾阻拦，循着队伍最前端拼了命的赶去，直到那抹身着银色铠甲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。贺敬安看到我出现，他满脸震惊，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如果不来，你就打算一声不吭的走？听到我言语间的责怪，贺敬安有些沉默。我看着身后黑压压的一片大军，极力忍住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，将弓箭给他。你说过，将来有一日，你若带兵出征，再让我将这弓箭还你。贺敬安接过长弓，用力握紧看着我，神情有些恍惚。我在他即将转身离开时，还是带着复杂的情绪开了口。贺敬安，我不要你娶我了，我要你活着回来。贺敬安闻言，喉结动了动，像有什么苦涩的东西，难以哽咽，停顿了一下，才勉强压制住情绪，艰难开口。等我回来，贺敬安带领大军出征已有3月余，我每日早早的就等在下朝处，只为了从皇兄和朝臣口中听到一些军情战况。虽然没有贺敬安单独的消息，但听到他带领的军队将敌寇打得节节败退时，我才勉强能放下心来。又过了大半月，这日，我正如往常一般在抄写经书替贺敬安祈福，望他早日得胜回朝。江嘉宁满脸喜色的冲进我的寝宫，喘着几口大气。淑华赫赫，将军回来了。我提笔写字的手，默然一顿后将注墨劲染在纸上散开成一团。我激动地看向江嘉宁这，要他露出肯定的眼神后，再也忍不住，径直往殿外跑去。江嘉宁见了一把将我拉住，你先别慌，皇上正准备传贺将军前去论功行赏呢，你现在跑去也见不到啊。被他这样一提醒我，总算冷静了片刻。这时我宫里洒扫庭院的小太监正提了桶水在浇花，我心生一计，有了当我一身太监穿着假扮成内官，藏在金銮殿里不起眼的屏风旁。石皇兄眼前第一个发现了我，他瞪大双眼，满脸露着不可置信，嘴里口型赫然说着你胆子太大了吧。我并未理睬他，视线只越过乌泱泱的人群，偷偷瞄着大殿中间。静安还是跟出征战日一样，身披银色铠甲，发冠将马尾高高竖起，如他从前那般意气风发。父皇看着贺敬安力破敌军得胜归来，龙颜大悦，夸赞他虎父无犬子，颇有贺老将军往日的风采，不仅赏了金银财宝，更是加官进爵，承袭了他父亲贺老将军镇国将军的封号一番。他论功行赏下来，父皇还绝不够劲儿。又问贺敬安有没有什么心愿。贺敬安似是早有打算，毫不犹豫向父皇跪下行了大礼，语气里满是期待和恳求。末将倾慕淑华公主已久，唯愿高攀公主一次，斗胆求陛下赐婚。此言一出，震惊朝堂我站，一旁被贺敬安突如其来的求亲惊的心跳加速，手里还紧紧攥着衣角，反复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散朝后，一群大臣将这位新任的镇国大将军团团围住，恭维声称赞声此起彼伏，就差没把贺敬安给吹捧上天。我知道他下朝后一时半会肯定脱不开身，于是便那先偷溜回去，换了衣服，再让小竹备好马车出宫，先去将军府等他。从前为了堵他，倒是来过将军府好几次，对里面的布局还算轻车熟路。所以这次他刚踏进将军府大门，就被我一把拽住回了卧房。看他现在这副样子，比刚刚在朝堂之上求亲时还紧张几分。我再打量了他一下，微微皱眉，只轻吐出一个字，托贺敬安身上。果然如我所料，布满了大大小小10几条伤疤。我眼泪不自觉地滑落脸颊，看见我流泪。贺敬安抓住我的手，按在胸前，我没事，这些伤就是看着吓人，早就不疼了。他不出声，还好意说我就哭得更加厉害。
一想到这些伤口，但凡再深一寸，恐怕他都不能像现在这般好好站在我面前了。贺晋安将我紧紧拥在怀里，对不起，让你担惊受怕了。不过我既然答应过你，就一定会回来。我泪眼朦胧地望着他，出征那日，我说过，只要你回来，我就不要你娶我了。那你现在为何还主动求亲？贺晋安手指马萨，轻轻地替我擦掉眼泪。我若不娶，岂非让公主错付了？贺晋安班师回朝，并且向父皇求亲，这事不出一天便传遍了整个皇城。没想到以前人人都认为是我对贺晋安一厢情愿，却因为他求亲时的那句莫将倾慕公主已久而发生了改变。不过不管如何，我总算是如愿嫁给了贺晋安，成为了将军夫人。听小竹说，民间的说书人还以我和贺晋安的故事编了新的话本，深受众人喜爱和追捧。而如今的生活也远比我预想的还要幸福得多。和贺晋安成婚不到半年，我就被诊出怀了身孕。贺晋安高兴的就差没给府里的看门太皇也置一桌席。从前总觉得贺晋安对人冷漠疏离，可直到成婚后才发现都是假的。谁能想到，在外威慑四方的镇国将军，在家里竟整日黏着我腻歪。皇兄常说我嫁人后宫里冷清了许多，父皇母后也想我得紧，于是我将头3个月胎坐稳后，就迫不及待的让贺晋安陪我回宫住一段时间。到时江嘉宁一听说我回宫，便立马带上一堆东西来看我。我从这堆礼物里拿出了一顶猫不像猫，狗不像狗的帽子，仔细端详，江嘉宁说这是他亲手缝制的虎头帽，送给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这才知道原来绣的是虎，很好，这绣工果然很。江嘉宁闲聊了几句家常，我看他扭扭捏捏，似乎有话想说，我主动询问，你有事要跟我说？江嘉宁鬼鬼祟祟的左右看了看，见无闲杂人等才靠近我，小声开口，我听说你当时追贺将军的时候，让小竹帮你寻了本秘籍。我挑门一笑，算是默认。江嘉宁清了清嗓子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反正你现在也用不着了，不如给我看着玩玩。你要追我皇兄？江嘉宁听我如此直接，惊得想一把捂住我的嘴，我憋着笑，看他两根煮熟的螃蟹一样红念在他对我，皇兄好歹也算痴心一片，我便把书里的招数全盘托出讲给他听。正说到精彩部分，一道温润的声音传来，嘉宁郡主，可千万别把这些法子往太子殿下身上使，我亲见过，用处不大。看到贺晋安出现，江嘉宁跟被人发现什么把柄似的，胡诌了一个借口，匆匆离开。我恨铁不成钢的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脸皮这么薄，还怎么追人？贺晋安绕到我身后，大手揉捏着我的肩膀轻笑，夫人不会真的以为这些招数有用吧？转身看向他，带着一丝疑惑，不然呢？贺晋安勾了勾唇角，亲了我一下。其实5年前我就已经心悦夫人了。正闻完，贺晋安视角，5年前，今日是太子殿下的生辰，我受邀前去皇宫赴宴，来到太子的院里，一个衣着华贵，看上去只有12岁、3岁的小姑娘出现在我面前，不过她此时正撵着一只大鹅满院跑。太子说这是他妹妹，原来这就是皇上最宠爱的淑华公主。的确是与众不同。皇兄，她跑进水里了，你快帮我抓上来。小姑娘指着水池气鼓鼓的跑过来，太子殿下见状倒是溜之大吉。下午一人不知所措，见太子跑掉，小姑娘转而看向我，要不你去帮我抓我。贺晋安怎会干抓鹅这种事，见我无动于衷，他瘪着嘴，眼泪汪汪的看着我，好吧，不就是抓鹅吗？我挽着裤腿帮他把鹅抓了上来，他立马喜笑颜开，又继续追着鹅跑了。怪怎么会有女子如此不端庄，不过看着他撵鹅的身影，好像还挺可爱的。贺晋安视角5年后刚回京任职，就在御花园的静心湖里救了个人，把人救上来后，听见宫女喊他公主殿下，皇上只有一个女儿，所以这是淑华公主5年未见当初那个撵着大鹅满院跑的小姑娘长大了。虽然她此时浑身湿透，秀发凌乱，但还是挺漂亮的。不过坏消息，她不记得我了，好消息，算好消息吗？好吧，她好像喜欢上我了，这丫头还是跟5年前一样古灵精怪钱，日装假衰，昨日装偶遇，今日送吃食，不知明日她又有什么新法子。父亲说过当将军保家卫国，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。淑华要我娶她，可若有一天我上了战场回不来，我不想让她哭。前方战事激烈，这群佞臣竟敢提出让淑华和亲，以平战乱，是藩邦外族吗？我就算拼了命也要护住淑华，收复城池出征。那日淑华哭了，她强忍着，可脸上的泪痕骗不了人，她让我活着回来，不要我娶她了。傻丫头，我若能活着回来，哪怕不要功名利禄，也一定会求皇上赐婚。今日大婚舒怀，黑身大红嫁衣，美的让我挪不开眼。父亲说男儿当报效国家，舍身为国，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。可从今以后，我肩上的责任不仅是家国，更是舒缓。